工地对面的盒饭摊，13块钱管饱。虽说味道一般，但胜在可以免费续汤续饭。我带着工人一吃就是3年，可今天却发现摊位上挂起了一个警示牌，上面写着有偿续饭，收费2元。我问老板，你这个规定是不是只针对散客啊？老板把眼一斜，废话，这就是专门针对你们工地的，再不采取点措施，你们这帮农民工都快给老子的盒饭摊吃黄了。说罢，他看了看对面建成不久的舞蹈学校，同样13块钱的盒饭，那些学生吃的少，成本还不到你们的1/4，你们的生意不做也罢。我愣了愣，看来他还不知道对面那个舞蹈学校是我老婆开的呀。忙了一上午，我带着一帮工友往盒饭摊子上赶。老张家盒饭是附近的独一家，味道虽然一般，但是量大管饱，可以免费续汤续饭。工人们赚钱不容易，不在乎口味，所以我带着他们在这里吃了3年。我们一路说说笑笑走过去，正好碰到前面吃完回来的工友，他们拦住了我。赵工，盒饭摊子改规矩了，以后续饭要加2块钱。我心生疑惑，当初我是在女儿学校附近发现这个盒饭摊子的，那时他的摊位没多少人光顾，我将他带到工地这边后，生意才红火起来。现在一提新区这边的工地盒饭，所有人都知道是老张家的，因为工地给老张带来了不小的利润，所以他特意表明给工人的盒饭可以免费续汤续饭。怎么现在又要收钱了呢？那个工友见我不信，随手一指，赵工，那边牌子都立起来了。我走近一看，果然老张在摊位前的饭盆边弄了个警示牌，上面写着有偿续饭，收费2元。我扶了扶眼镜，就见老张拿起一个大饭勺，对着我将警示牌敲得哐哐响。一个个的都没瞎吧？没瞎就给我看清了再交饭费。我不太高兴了，因为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降低盒饭标准了。说实话，他家盒饭的味道并不好，但好在会在桌子上放一罐辣椒酱，那酱是老张他媳妇自己做的，又咸又辣，非常下饭。工人们劳作一天，正是需要补充盐分的时候，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吃辣椒酱。可是2个月前，桌上的酱突然没了。我去问老张，老张斜着眼睛看了我一眼，辣椒酱太下饭，有他在，你们得比平常多吃2碗饭，以后就不提供了。老板娘平常比较会来事儿，连忙扯了扯她男人的衣袖，好声好气地跟我解释，小赵，不是那么回事，这种辣椒比较特殊，突然买不到了，用别的也代替不了，所以就不做辣椒酱了。我心里知道老张嘴里的才是实话，但也没多说什么，毕竟咱们最初讲好的是吃盒饭，没规定必须得提供辣椒酱。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。可是已经有工友开始在私下抱怨，没想到辣椒酱没了，现在连续饭也开始要钱了。我想为工人们再争取一下，就装作没听懂，问老张，老张，你这规定是针对散客的吧？结果老张把眼一瞪，废话，就是专门针对你们工地的，我再不采取点措施，你们这帮农民工就该给老子盒饭摊吃黄了。他这一嗓子下来，工友们不乐意了。工友小刘刚拿到一份盒饭，他打开来举到老张面前，来，你给我说说，就你这饭菜，我们怎么能给你吃黄了？小刘拿筷子夹起一块红烧肉，你看看，一共就3块红烧肉，还全都是肥肉。老张瞪着那双牛眼睛，指着肥肉中间一道细的像线一样的瘦肉道，你瞎啊，这不是瘦肉吗？我好好看了看，这红烧肉不光没瘦肉，还没怎么放酱油，整个肉块白花花的，看着就没食欲。小刘又点了点盒子里的米饭，你再看看，这米饭也比以前少了一半，说好的13块钱1荤3素，结果你看看这菜，除了3块大肥肉，有一点荤吗？不给吃肉也就算了，素菜也不能这么糊弄吧？这小白菜发黄了，土豆丝不去皮，大辣椒您倒是掰一掰啊，这么一大块都戳牙花子，菜不好也行，你现在连盐都舍不得放了，这清汤寡水的让人怎么吃？小刘说的不是假话，最初老张给我们工地做盒饭，是半点不敢马虎，辣子鸡里全是鸡，青椒肉丝里全是肉，青菜也洗得干干净净的，油盐酱醋一样不少。可最近他竟干偷工减料的事，吃的人舌头都淡出鸟来了。可是老张不但不心虚，还一把抢过小刘的盒饭，不爱吃就滚，谁求着你吃了？他抱着手臂，脚后跟指点，嫌我的饭菜清汤寡水，你怎么不说你们口味重呢？你知道不知道，就为了给你们做菜，我光调料就是一大笔支出。说着，他拿手一指我，小赵，当初可是你求着我来的，现在你又鼓动工人来挑我的刺，你什么意思？有你这么做人的吗？我没想到会被他倒打一耙，但我不能跟他一般见识，如果我跟他吵，大家非打起来不可。我开始给他分析，老张，我没有鼓动工人挑刺，是你做的饭菜标准降低的太多了。当初我们说好13元一顿，1荤3素，免费续汤续饭，之前你提供辣椒酱，后来取消了，我们什么都没说。后来你的浓汤变成清汤，再后来
清汤又给取消了，直到今天，你连免费续饭也做不到了，这是我们的问题吗？对啊，小刘在旁边嚷嚷，你甚至把盒饭里的饭菜都给减量了，我们干了一上午的活，你就给这点饭，我们怎么能吃得饱？老张冷笑一声，你们这帮穷鬼，饿死鬼投胎是吗？给你们多少饭菜都喂不饱，你们那张嘴。老张媳妇见他说话难听，赶紧过来拉着他，他却一把将媳妇甩开，双手叉腰道，我就要说，就你们这帮农民工，一个个占便宜没够，知道中午可以13块钱管饱，就往死了吃。我看你们啊，早上晚上那2顿恐怕都不吃，就指着我这一顿活着呢。大家伙一听这话都急了，蜂拥而上，揪着老张的领子就要打。你放屁，谁家差你这一顿饭？要不是我们赵公好心，说你们一家老小都指着你这盒饭摊子养活着，谁来吃你这破饭？怎么，现在生意做起来了，就开始过河拆桥？你们2口子简直就是白眼狼。当初我在女儿学校旁边见到老张时，他穿得挺破烂的，一脸愁容。我跟他聊了2句，知道他父母都瘫痪在床，家里大儿子在上高中，2女儿上初中。我可怜他活得辛苦，便买了他20份盒饭，拿给工友们品尝。那时候工友们都是自己带饭，麻烦不说，夏天容易馊，冬天还容易冻。听说这盒饭13元管饱，大家都挺高兴。于是老张开始专门做工地盒饭，没想到这才干了3年，他就干够了。见工友们要动手，我连忙拦着。这些工人常年在工地劳作，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，万一手下没准，真把人伤了，就酿成大祸了。我找了几个情绪相对稳定的工人，将那些激动的先都劝了回去，而后平心静气地问老张：老张，我自己家里也要买菜做饭，我可以估算得出来，就算我们的工人吃得多，可你这一盒最起码也能赚3元。我们工地在你这里吃饭的有200多工人，你不做我们的生意，1个月要损失将近2万啊！老张不屑一顾。小赵，我也不瞒你说，我之所以一再降低你们的标准，就是不想做你们的生意了。他指了指对面建成不久的舞蹈学校，看见没？那个学校里面的学生有1000多个，人家为了保持体型，每天就吃那么一点点，而且还要求少油少盐少调料。这1个月下来，光是调料钱我就省下来不少。同样13块钱的盒饭，那些学生的成本还不到你们的1/4。你们的生意不做也罢，反正我们也没签合同。老张说的没错，因为选择吃盒饭是个人意愿，加上我们信任老张，所以一直没签合同。可是我看着对面，心里忍不住想笑。那个舞蹈学校是我老婆开的，人家学校里建了食堂，因为没装修好，就先让学生自己解决午饭，所以有一部分学生带饭，剩下的便在老张这里对付一口。可是我昨天听我老婆说，食堂再有1周就可以开火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叹了口气，好吧，老张，既然这生意你不想做了，往后我们另找地方吃就是。老张媳妇一听，忙着过来拉我，他还是舍不得我们这点小钱。结果老张吼了他一句：臭婆娘，你别听这小子忽悠你，这方圆几里地就咱一家卖盒饭的，剩下那几个餐馆1碗清汤面都要18块钱，你以为他们吃得起？他们啊，还是得自己带饭，等他们带够了饭，再求到我头上，这盒饭可就不是13块的价格了，最起码得18。我看着他摇头晃脑的样子直反胃，干脆带着剩下几个工友要离开。结果老张却一把抓住了我，你别走，你刚才这么一闹，工人都散了，我给你们准备的盒饭还有这么多，你必须全买下来。小刘差点气晕，我们凭什么买下来？我们不吃了。老张振振有词，因为我的菜已经备出来了，那都是要钱的。我不禁皱眉，老张，你有点不讲理了吧？你刚才也说了，我们又没签合同，况且是你说不想做我们的生意，怎么又要强卖？我说不做你们的生意，也是从明天开始不做。今天我饭菜都备好了，你们又没提前打招呼，剩这么多盒饭，我怎么办？他一副胡搅蛮缠到底的样子。我无奈点了点头，行，那你看看还有多少份？小刘急了，赵公，你不能惯他这臭毛病，他这明摆着欺负人啊。小刘说的没错，这3年老张赚得盆满钵满，他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为了几块钱就愁眉苦脸，跟任何人说话都唯唯诺诺的老张了。现在他换了新房子，还买了辆小轿车，他和他媳妇都胖了10多斤，说话的声音都洪亮了不少。现在没人欺负他，他就开始欺负别人了。我朝小刘摆了摆手，示意他别再说话。老张一边数盒饭一边得意的笑，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。因为有一部分工友今天已经吃过了，所以他手里剩下62份，按13元一份，我当时就给他转了806块钱过去。老张媳妇说零头不要了，老张直嚷嚷，凭什么不要？这3年他们吃的辣椒酱都不止6块，这零头坚决不能给他抹，他们这种人就得给点教训，省得天天想着占别人便宜。咱们这么做是行善。看着他那副颠倒黑白的嘴脸，我懒得跟他计较，和几个工友拎着盒饭往回走。
这时，对面舞蹈学校出来10几个学生，他们是班里的代表，过来取盒饭，每人手里拎着10来盒。老张笑脸相迎，没多一会儿就卖出去了400多份。眼看摊子上的盒饭快没了，老张拿出手机拍了一圈，上传到某音里炫耀道：“老张盒饭量大实惠，13元管饱，今天盒饭已售完，大家不要跑空。”我拎着盒饭回了厂子，让小刘将还没吃饭的工友叫过来，算我请客。小刘一边吃一边憋屈，就这一份也值13块。另一个工友接枪，老张可真是看人下菜碟，见到那些学生笑得那叫一个灿烂。我喝了口茶，那是因为人家让他赚大钱了呀。你没看到学生盒饭里是啥样吗？充其量有1两米饭，几根小白菜，几根土豆丝，红烧肉别管肥的瘦的，是1块都没放，只放了几个豆腐泡。小刘一脸惊愕，他这么卖，那些学生也买？买呀！我笑着看他，你别忘了，他们都是学舞蹈的，要保持身材，这样的饭菜不正好吗？小刘恍然大悟，只喊那些孩子都是冤大头。大家你一嘴我一嘴的，愤愤不平。我一边听他们吐槽，一边发了条微信到群里，通知大家从明天起开始带饭。正说着，大山子从外头晃悠进来了。他看了一眼我们吃的盒饭，直摇头，然后打开了自己从家里带过来的饭盒。一瞬间，屋子里弥漫起一阵饭菜的香气，大家忍不住凑过去看。只见大山子饭盒里装了满满一层米饭，上面又铺了3个菜，煎出脆皮的鲅鱼，搭配养眼的蒜苔炒肉和焦香的干锅花菜。花菜旁边还有一大勺油汪汪的辣椒酱。他还另外带了个小保温桶，里面是紫菜蛋花汤。小刘馋得跟个哈巴狗似的，大山子见他可怜，分了他几筷子菜。小刘吃得满嘴流油，又抢了半桶的蛋花汤，摸着肚皮惬意地说：“山子哥，你家嫂子做饭真好吃。”大山子闷头吃饭，你嫂子也没啥文化，就是会做饭。今年儿子上大学了，他就去给人家做钟点工，东家都可喜欢吃他做的饭了。我眼前一亮，饭菜的问题这不就解决了吗？我让大山子给他媳妇打电话，看他能不能给工地做盒饭。他媳妇很痛快，说没问题。我便托了个朋友，马上帮大山子媳妇开始办手续，又叮嘱大家先辛苦几天，等那边手续办好了，就可以不用带饭了。到了晚上，我回到家，老婆已经做好了饭菜，我上去一顿狼吞虎咽。老婆奇怪地问我这是怎么了，因为她为了保持身材，饭菜口味都非常清淡，所以平常我都是浅尝几口。我把中午的事跟她讲了一遍，老婆皱着眉头，那个老张太过分了，当初要不是你提醒我说可以让学生先在他那里吃上一段时间，他怎么可能做上我们的生意？我笑着摇头，不过我真没想到他做的饭菜，你那些学生真能吃下去。嗨，他摆摆手，学生都嫌他的饭难吃呢，不过老师说了，难吃了好，省得他们吃多了长秤。老婆又问我，那个老张这么办事，你们就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了？当然不是，我这人滴水之恩我会涌泉相报，但是别人欺负了我，我也不能干吃哑巴亏。我告诉老婆，明天起你让那些学生都去门口买盒饭，每个人都亲自去，直到食堂开火。老婆不解，你这究竟是报仇还是报恩啊？我卖了个关子，你就听我的吧。第二天中午，我吃过自己带的午饭，出去转了一圈。果然，学校的门一开，呼啦啦涌出来一大群人，孩子们奔着盒饭摊子就去了。老张和他媳妇一个收钱，一个递盒饭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这时，有几个慕名而来的散客不乐意了，他们排在队伍最后面，抻着脖子问老张什么时候才能轮到他们。老张头都没抬，你们再等等，先可着孩子们来。我看着他一通手忙脚乱，忍不住想到他刚来工地的样子。那时的老张没钱，准备的简易桌椅不多，工友们可怜他也不多做计较，就在露天的场地里3、5成群，蹲着的坐着的围在一起，一边吃饭一边闲聊打屁。有路人经过时，将这一幕拍下来发到了社交平台，结果老张一下子出名了。从那以后，散客量激增。虽然老张的饭菜不好吃，但开车来吃饭的人图的也不是这个。毕竟有些人过来一趟都要花几十块的油费，人家有这钱在近处能买到滋味不错的一人餐。他们过来只是想体验一下跟农民工兄弟一起吃饭的感觉。他们喜欢看我们大口吃饭，喜欢听我们讲那些工地上的趣事，喜欢看农民工淳朴的笑容。结果现在农民工没了，只剩那些学生了。学生倒是也挺好看，但可惜的是学生不会在露天吃饭，买完了盒饭人家就直接回学校了，这就没啥意思了。由于学生多，那几个散客等了将近半个小时，可等到学生都走光了，老张却告诉他们说盒饭没了。散客一听傻眼了，怎么没了呢？你刚才不是让我们等等吗？我们开了40分钟车过来的，一直饿着肚子呢。老张一脸疲惫，
毕竟一下子卖这么多盒饭也是个体力活。他没好气的看了散客一眼，都卖完了，你让我有什么办法？这都不够卖呢，好些学生都没吃上。你们要是想吃，怎么不早点来？那散客快气死了，你什么态度啊？你自己做了多少盒饭没数吧？一估算就知道没我们的份，干嘛还让我们等啊？我态度就这样。老张将勺子往桶里一扔，我不差你那块8毛的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你这样的客人，我不稀罕。老张媳妇提醒他说话注意点，他愈发的不在意。注意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帮来吃饭的都贱，你越是不卖，他们越是想买。有个女同志听不下去了，你说谁贱呢？你开门做生意来的就都是客，我们大老远来吃饭是来挨骂的吗？老张呵呵一笑，你自己也说了，是从大老远跑过来的。你说近地方那么多好的你不吃，你非浪费邮费来这吃盒饭，你不是见识什么？两边吵了起来，几个散客气的差点掀了老张的摊子。老张抱着膀子叫嚣：你先啊！正想换新的饭桶菜桶呢，这就有人上赶着送上门来了。好在还有2个冷静的人劝着大家一起离开了。经过我身边时，有人认出了我，因为来打卡的人多，所以镜头里经常会出现我们这些工人的面孔。那位女同志问我：您不是那位农民工大哥吗？今天怎么没见你们来这里吃盒饭？我苦笑，老张不肯卖给我们了，嫌我们农民工吃得多，他只卖给学生，成本低，利润高。那女的冷喝一声，那老板真不是东西，我们这些散客来这里吃盒饭，就是为了看你们一眼，既然这样的话，往后我们就不来了。那几个人走了，但是很快就将视频发到了网上，评论里骂声一片。老张媳妇害怕影响生意，可老张根本不在乎，他笑着跟他老婆说：你不懂，黑红也是红，我还巴不得有人替咱们宣传呢，省得天天来一大堆人，卖个盒饭还得陪他们说话拍照，烦都烦死了。如他所愿，自那天以后，过来吃饭的散客越来越少。与此同时，网上吐槽的声音越来越大，许多之前来过的食客说老张家的饭菜味道不好，卫生也堪忧。老张不以为意，还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，照样乐呵呵的给学生卖他的盒饭。直到1周后，因为这些天的盒饭都不够卖，老张今天准备了1200份，结果已经过了平常的饭点，学校还是没出来人。老张急了，自己跑到门卫去问，门卫告诉他，校长下令全天封闭，今后所有学生不得外出。我远远看着，只见老张一蹦多老高，你们校长太过分了，再怎么着也得让孩子吃饭啊，你快把门打开，那些孩子还等着吃我的盒饭呢。门卫像看傻子似的看着他，我们学校自己的食堂开业了，学生用不着在外面吃，那怎么行？老张吹胡子瞪眼睛的，你们凭什么垄断学生的伙食？我要去教育局告你们。门卫不耐烦的摆手，快去快去，不过我告诉你，我们这培训学校是校长自己开的，又不是义务教育，跟教育局可不怎么搭边。老张傻眼了，又拿出他的无赖进来，我这准备了1200份盒饭呢，现在学生不出来，你们校长得包赔我的损失。门卫可不惯着他，拿起防爆叉就给他插了出去。我们的学生又没跟你签合同，该你的，凭什么我们包赔你的损失？给你能耐的，碰瓷碰到学校来了，赶紧走，不然我报警了。听说人家要报警，老张灰溜溜的回来了。盒饭摊子极其冷清，没有学生，没有民工，甚至连散客都没一个。没办法，老张硬着头皮，直接将卖盒饭的推车推到了工地。找到我后，大大方方的把手一挥，小赵，我给你们送盒饭来了。看他一副热络的样子，我都怀疑他失忆了。我敲了敲手里的饭盆，老张，你不是说不卖给我们这些农民工吗？我们都自己带饭了，你看这饭都快吃完了。老张大大咧咧的笑着，一句笑话而已，你个大工程师还往心里去啊？我说话不好听，今天特地准备了盒饭来赔罪，还是13块钱一盒，免费续饭。说着，他拿出一盒来往我手里塞，干了一天活，多吃点没事儿。我抱着自己的饭盆往后躲，真不用，自己家的饭菜量大管饱，我都吃撑了。老张又举着盒饭凑到其他工友身边去，那些人连忙转头扒着自己碗里的饭，还不忘自嘲，不行，我们这些穷鬼不配吃你家盒饭，我们都是饿死鬼，一天就吃中午这一顿，这要是给你摊子吃黄了就不好了。我们农民工太穷，13块的盒饭我们吃不起，吃不起。转了一圈，愣是没有一个人接老张的盒饭。老张的脸憋得通红，给我递了根烟，我没接，有话直说，用不着这样。他搓了搓手，赵工，不瞒你说，那个舞蹈学校从今天开始就全天封闭，不让学生出来吃饭。我今天做了1200盒，这下子全瞎了。我知道工地的工人都听你的，你行行好，帮我推销一下。只要你把今天这些盒饭给我推出去，明天起我还给你们做，按老价钱13块一份，免费续汤续饭。见我不出声，他咬了咬牙，你们不都爱吃我老婆做的辣椒酱吗？明天开始无限供应。我笑了，那我要是推销不出去呢？
以后我们的生意你还做不？老张愣了愣，笑意淡下来。赵公你放心，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，就算今天你不帮我这个忙，我也不会记你的仇。不过我知道你这人珍惜粮食，肯定不能眼看着这些饭菜馊掉。这人还挺会道德绑架的。我摇头，老张，这忙我还真就帮不了。工人们都吃饱了，我总不能让人家再花一分钱硬塞吧。老张咬了咬牙，狠狠一点头。行，我知道你们都还记恨我呢，今天不吃就不吃吧。那咱说好了，明天中午你们还去我摊上吃盒饭啊？说完他就要走，我叫住了他，老张，我可没答应你还去吃饭啊。老张把眼一瞪，小赵你什么意思？就因为那天我让你花800块买了剩下那些盒饭，你就报复我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你们的工人有自己选地方吃饭的权利，你别以为自己是个破工程师就能限制大家去买我的盒饭，你不吃有人吃。小刘实在听不下去了，把嘴里的牙签一摔。赵公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意思，你是谁啊？你说让我们滚我们就得滚，你说让我们回去吃我们就得吃啊？你得把我们想的有多贱啊！告诉你老张，从今往后我们这些工人就是饿死不会吃你老张一口饭。其他工人也跟着站了起来，就是你当初是怎么骂我们的，今天怎么舔着脸来求的呢？赶紧滚出去，施工重地，外人不能随便进来。老张被撵出了工地，可晚上我和老婆散步路过夜市的时候又见到了他，他正推着推车兜售盒饭，5元一盒，8元2盒。尽管他吆喝的挺卖力，摊位前的人却寥寥无几，因为来夜市转悠的人大都是想品尝小吃的，没人愿意吃盒饭。老张没办法，只能把价格一降再降，从5元降到3元。等我转了一圈回来，他都降到2元了。低价位的确吸引了客人，眼看着车上的盒饭越来越少，老张的笑容也多了起来。我估算了一下，他这个价格虽说赚不了钱，可收回成本也是没问题的。结果老张正开心，人群中突然窜出个老太太，她一把抓住老张的手，天杀的，你这盒饭都馊了还在这儿卖？我老头子吃了你的盒饭上吐下泻，都进医院了，你必须给我个说法。老张用力一推，谁卖编制盒饭了？我这饭是新做的，谁知道你家死老头子吃什么吃坏的？你少在这儿讹我！老太太跌了个屁墩，爬起来继续骂，一边骂一边掏手机要报警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老张一抬头，突然看到了我，他用手一指，小赵，是你小子诱引我对不对？他抓起一张凳子冲我就来了，这老太太是你找的吧？你至于吗？不就是几个盒饭的事儿吗？你就往死了整我！他照着我脑袋就来了，我偏头躲过，凳子砸在了肩膀上，我疼得咧嘴，这几天的怒火压不住，回手将他手腕反扣，一脚踢在了他的膝盖上。他跪在地上嗷嗷叫着，喊他老婆赶紧报警。我们旁边不远就是治安岗亭，还没等他老婆报警，警察就赶过来了。老张一口跟警察咬定，说我为了报复他，找了个老太太来坏他生意。结果他话音没落，又来了5、6个人，都说吃盒饭吃坏了肚子。警察打开一盒饭闻了闻，一脸嫌弃的表情，终于让老张心虚的闭了嘴。为了进一步了解案情，警察问了我和我老婆的职业。我老婆说她是舞蹈学校的校长。老张听了，猛地嗷的一声，指着我跟警察说，看看我说的没错吧？这就是小赵在报复我，他让他老婆利用校长的身份把学校大门锁了，所以我中午给学生准备的1000多份盒饭，一盒都没卖出去。这事的罪魁祸首是小赵，如果他老婆不锁大门，我的盒饭早就卖没了，怎么可能拿到夜市来卖？所以这些吃坏肚子的人都得由小赵来负责，那些人的医药费得他出，我简直都快气笑了。警察横了老张一眼，不懂法，法盲吗？你自己出来卖变质的盒饭，跟人家有什么关系？人家拿刀逼着你出来卖了吗？老张还想犟，被他媳妇给拉住了。最后经过警察调解，因为老张砸伤了我的肩膀，他赔了我500块，但我这是小钱，因为吃坏肚子的人一波接一波的找了过来，粗略算下来，那些人的医药费，老张至少要赔几千块。一连几天，老张再也没在工地附近出现过，工友们上下班见不到他的人影，心情舒畅，饭都多吃几口。更让大家高兴的是，大山子媳妇的盒饭手续审批好了，摊子也支起来了。为了让大家吃得舒服点，他特意增加了座椅数量，还加了雨棚。饭菜还是1荤3素，免费续汤续饭，免费的辣椒酱和小咸菜却只收12元。开业第一天，他给大家做了最爱吃的红烧肉炖豆腐泡，那肉炖的颤巍巍的，五花3层，浓油赤酱，每个饭盒里都有10来块肉，铺在软糯弹牙的大米饭上。素菜做的韭菜炒鸡蛋烧茄子和麻油炒甘蓝，鸡蛋用的还是土鸡蛋，黄澄澄的，看着就流口水。茄子软烂，甘蓝爽脆，拌上点辣椒酱，再喝上一口海带汤，别提有多舒服了。我一下子给吃撑了。饭后问山子媳妇，你这么做盒饭别赔本喽？山子媳妇腼腆的笑笑，赵公不会的。
我这算薄利多销，我不瞒您说，这一天下来我能赚300-400呢，1个月下来就是1万多，比我干钟点工赚得多。关键能让山子的工友吃上一顿好饭，我心里高兴。而我也告诉他，只要盒饭的水准一直保持，过不了多久，他的客人肯定会越来越多。结果根本没用多久，才第2天，山子媳妇的盒饭就供不应求了。因为大家听说饭菜不错，以前一直坚持带饭的那些人也过来品尝了。第3天，临近中午时，山子正跟我商量怎么能做个统计，既保证工友都能吃上饭，又将剩盒饭的损耗降到最低。外头跑进个工友来，赵工、山子，你们快去看看吧，老张把盒饭摊给砸了。我立马掏出手机，一边跑一边报警。我跟山子赶到的时候，盒饭摊一片狼藉，免费续饭的那个饭桶被掀翻了，白花花的米饭冒着热气摊在地上，汤也洒没了，里面混着破碎的罐头瓶和红油油的辣椒酱。只见老张正一脚一脚地踹着山子工地盒饭的招牌。你凭什么叫工地盒饭？我老张的盒饭才能叫工地盒饭。山子媳妇吓得浑身发抖，眼泪流了一脸，用身子护着装好的盒饭，嘴里还求着老张，求求你别砸了，你也是做饭的，看着这些东西被糟蹋，你就不心疼吗？老张脚下动作不停，我心疼个屁，又不是我的。我告诉你，这片工地归我，你马上给我滚，否则见你一次我砸一次。怒火中烧，我和山子冲上去，合力将老张掀到了一边。老张，你太过分了，什么叫这工地归你？你交过租金吗？老张喘着粗气爬起来，见我也来了，马上眼珠通红的指着我，哟，看这架势，这卖盒饭的娘儿们是你找来的吧？怎么，有个当校长的老婆还不够，就喜欢玩卖盒饭的是吧？大山子上去就给了老张一拳，放你妈的屁，这是我老婆。老张跟大山子扭打在一起，嘴里还不干不净的骂着，你老婆？背地里指不定是谁老婆呢？你老婆要是跟小赵没一腿，他会帮你们在这里卖盒饭？我去拉大山子，生怕他把老张打坏了。大山子，为了这种人不值得搭上自己。这时其他工友和警察也赶到了。老张有了上一次进派出所的经验，立马开始示弱，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指着我。我得罪了这个赵工程师，他就开始黑我，先是不肯让工友来吃饭，又让他老婆跟他打配合，毁了我1000多盒盒饭。现在他又把相好的弄来卖盒饭，吃着回扣，还抢我的招牌。这些话一句没落，全被执法记录仪录下来了。没多久，老张的谎言就被一一拆穿。所有的工友一致指出，是老张看中了舞蹈学校那些学生的利润高，不肯把盒饭卖给我们的。大家还给警察看了老张在某音的视频，底下全是散客的评论。那些评论还原了事实，警察教育了老张，还责令他赔偿了盒饭摊今天所有的损失，并且向我和大山子夫妇赔礼道歉。老张突然往地上一坐，跟个泼妇似的开始打滚。我没错，错都在小赵他断我财路，凭什么我赔钱又道歉？警察同志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刚买的房车都是贷款的，现在生意黄了，房贷车贷都还不上，2个孩子，一个上大学，一个上高中，父母瘫痪在床，这一天天的睁眼就要钱，我怎么活下去啊？我不管，如果他们不重新吃我的盒饭，我就带着全家上他们工地来跳楼，让他们的楼房还没建成就变成凶宅。警察没理他那个。同志，既然你这么清楚自己的家庭情况，为什么当初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，非得走捷径呢？你上有老下有小，有房贷有车贷，这些工人又何尝不是呢？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。你刚才说你要跳楼的话，最好收回去，否则现在我们就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将你逮捕。老张见他这一出也没换来警察的同情，还换来人家亮出了银灿灿的手铐，只好讪讪的闭了嘴。我本以为老张就此长了教训，会远离工地，没想到才过了1周，他又开始作妖了。自从老张放话要来跳楼，工地就加强了管理，不但多安了几10个监控头，连保安的巡逻次数都多了，弄得小刘直龇牙，说现在都不能随便上厕所了，否则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被拍下来。好在虽说上厕所费劲了点，可老张不敢来捣乱，中午的盒饭吃的踏实多了。山子媳妇的饭菜做得越来越有味儿，几天下来大家都觉得长肉了，吃得好，睡得就香。这天夜里，我正做梦吃烤串，突然被我老婆给推醒了。她神神秘秘地打开手机让我看，只见她手机里是学校食堂的监控，一个人影从窗户翻了进去，而后鬼鬼祟祟地开始在各处翻找。他找到了米面口袋和第2天备的菜，将自己带过去的什么东西倒了进去，费力的一顿搅拌，而后将那东西又撒进了调味料和油壶里。做完这一切，刚要走，又折了回来，把剩余的东西倒进了揉面机电饭锅和蒸锅里。我看了看老婆，这人虽然戴着口罩帽子，但我能认出来是卖盒饭的老张。老婆点点头，我就猜到他不老实。他迅速给学校保安打了电话抓人，接下来给各个班主任打了电话，让他们赶紧联系学生家长，
明天统一带饭。我提醒他，有家长实在解决不了午饭的，你就让他们出来去大山子那里买，我这就通知他多准备一些出来。做好这些，我开车带着老婆赶往学校。一进保安室，就见老张鼻青脸肿，被五花大绑着。一问才知道，老张因为盒饭的事恨透了我，工地现在严防死守，恨不得连个蚊子都飞不进去，所以他就把主意打到了我老婆身上。昨天傍晚，他趁着学生放学，混进了学校，藏到了厕所里。等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从窗户跳进厨房，将老鼠药下到了米面和第二天要用的菜里，连揉面机、电饭锅、蒸锅也没放过。然后准备趁着第二天学生上学，再混出学校去。他没想到的是，因为我跟我老婆说了老张威胁工地的事，所以我老婆早就做了准备。他给学校也增加了监控头，轻易就将老张瓮中捉鳖了。保安问我老婆要不要报警，老张一听，扑通一下跪在了我面前。小赵，我不是人，这事儿是我做错了，你放我一马，我感激你一辈子。我冷笑一声，我放你一马。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今天我老婆没发现你投毒，明天有多少孩子会死在你手里？你自己也有孩子，你的孩子是宝，别人孩子的命就这么贱吗？你为了报复我，草菅人命，我凭什么放你一马？没有金刚怒目，莫行菩萨心肠，否则就是助纣为虐。3个月后，老张的审判结果出来了，他被判了5年。这3个月，老张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家里没钱雇保姆，老张媳妇只好自己伺候2位瘫痪的老人，根本没时间出去赚钱。家里房贷车贷还不上，只能都卖了，重新租了一套小房子住。反观大山子媳妇这边，不但盒饭的品质始终如一，每天还有不同品种的夹菜，有时候是酥脆的虾片，有时候是多汁的西瓜。现在周边工地的工人一下工就会来我们这边抢饭，工地的空场上又恢复了往日热闹的景象。我的好几个工友学会了直播，每天中午吃饭时候把手机往饭桌前一立，也不用多说啥，直播间的流量就一波高过一波。1个月下来，竟然能收入好几千。工友的直播带来了很多散客，很快山子媳妇自己应付不过来了，厂子里的人一商量，将没有工作的工友家属组织了一下。这支由农民工家属组成的队伍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。因为人气太高，不到半年就有大老板找上门来，他们想将这个盒饭摊子打造成网红饭店，1年底薪就给发几百万。但是我们的农民工家属直接拒绝了，他们说他们要保持初心，做饭给农民工吃，让他们吃饱吃好，因为只有吃饱吃好，才能为城市的基础建设贡献出最扎实的力量。